好，大家好，我是小 P。我们现在在 WSOP 赛场，我们报名了这个$10,000快速猎人赛的锦标赛。这场锦标赛呢是快速赛，一天打完不会影响到我明天的 Day 2。然后呢，一个 bounty 是$3,000。好，看一下究竟会赢得几个 bounty。走。我们现在呢出局了，来讲一下刚刚发生的几手牌。好，我们从这个上桌的时候呢是500、1000、1000，然后这是6万的起始筹码。我觉得第一手牌我有入池的手牌呢是在这个 Hijack 玩家，他有10万的筹码，他在 Hijack Race 2200，我在 CO 位拿1对10，我有50个大盲。1对10的话，我觉得这边是一个混合策略，我觉得可以跟注，也可以3次下注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选择了跟注，然后 bottom way 的玩家也跟注2200。这个时候小盲呢很快速的加注到8500，然后 hijack 玩家跟注。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决定就是底池现在已经蛮多了，那我有2个选择，我要么就是可以扣，要不然我就是可以 all in。我当下觉得扣会比较好一点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小盲位其实。他如果要3次下注的炸胡的手牌呢，我觉得他会想一下，所以我觉得他的直觉呢就是要再加注的，可能是 AJ 同花、KQ 同花，40以上的对子我觉得都是很合理的范围。然后再加上 Hijack 玩家跟注的话，当然他可能不会有 AAKK 用跟注的，但是我认为他还是会有一些 JJ AQ 同花之类的手牌。总体来说呢，我觉得 all in 不是一个太糟的选项，只是我觉得跟注会是一个更好的选项。说实话我没有到非常的确定，但我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现场玩家的3次下注呢，其实都会偏紧一点，所以我觉得实时在这边能够 all in 拿到的好处其实并不多。那我觉得相对来说跟注会好一点。好，反正我跟注，然后 bottom way 玩家也跟注，所以这是一个3次下注的4人底池翻牌是 K92 Rainbow， 然后底池有36000。小盲位选择了 check。Hijack 玩家也 check 我也 check， 然后 bottom way 玩家下注一个7500，然后小盲位 race 在18000。当然 Hijack 玩家弃牌，我这边的话实时也是一定要弃牌，我这边不可能会继续我的实时，所以这手牌让我损失了，其实也没有损失很多，就是8500OK， 就损失一点点筹码。好，那下一手牌的话是什么状况？好，下一手牌是600、1200、1200，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有大约37000的筹码量，也就是说大约是30个大盲左右。8人桌UTG 玩家呢，他加注到2500这个时候我在 Hijack 位我有1对9又是一个很尴尬的情况。然后我觉得对上 UTG 的话，我这边应该会是相当高频率的跟注然后我选择了跟注CO 位的玩家也跟注所以3人底池翻牌是 KKJ KKJ 底池10500我们全部都 check， 这99一定是 check。转牌是一张5全部也都有 check， 合牌来一张 Q， 然后又全部都 check。然后 UTG 的玩家是 Q8 不同花，我在想他会开 Q8 不同花在8人桌的 UTG 呢，可能的原因当然就是我们之前那个猎人赛讲到大盲位的筹码比较少一点，那他希望他可以，如果他 race 大盲位跟注，他如果中一个牌，他可以赢到 bounty 的话，他的范围会相当的宽，所以其实我应该要把这点考虑进去，然后增加我3次下注的频率。不过就以预设策略来说呢，我觉得99对上8人桌的 UTG 加注的话，25个大盲以内我才会考虑直接 all in。我觉得30个大盲跟注都会比 all in 来得好，或是比3次加注还要来得好。所以这手牌呢，就是没有还好，就翻牌前损失2500，对，都 check 到合牌。好，然后还有一个牌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状况这9人桌的 UTG 呢，这时候盲注是1000、1500，我有3万的筹码量，所以我们看我的筹码量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一直往下掉这很正常。我在 UTG 我拿到 KJ 同花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加注加注到3000，那 bottom位玩家跟注，大盲位玩家跟注这2位玩家筹码都有10万以上，我只有3万嘛。然后翻牌是 J74 Rainbow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就说了嘛，我是一个混合策略50-50的下注，我觉得至少是差不多这样子的频率大盲位 check 这边我选择了 check， 然后 bottom位玩家也 check。转牌来一张我觉得比较糟的牌是一张 Q， 然后大盲位 check 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 check 应该会比下注来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转牌然后它是一个高频率的 check。bottom位玩家呢也 check， 然后合牌呢就是无关紧要的一张9，然后3家都 check。然后大盲是3、4不同花，然后我是 KJ， 我就赢下底池。这个牌其实说实话没什么好讲反正就是check 到合牌，然后就是一个摊牌价值。
那我觉得让玩家知道说，其实你会有一个还不错的范围在 check 的范围里面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你知道吗？不会说，你下次你只要一 check， 人家就知道啊，你没牌我就下注。所以当我 check 有顶对的时候呢，我觉得可以保护我整体这个过牌的范围，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策略。然后我们的筹码量呢，就是没有什么进展啊。然后下一把牌，然后1000、2000基本上没玩什么牌。然后最后出局的手牌呢是1000、2500的盲注级别，它在前位的位置 raise 到5500，然后我在小盲位，我记得我大概是19000左右，大约是8个大盲，然后1对10，然后我当然就 all in。all in。然后它是 AJ 不同花，然后合牌开 A， 然后出局，所以就是没有拿到特别好的牌啊，我没有拿到 JJ 这样的对子，我也没有拿到什么 AK， 一把10输一点筹码，一把99输一点筹码，然后最后一个10出局。所以这快速赛呢，就是你能够等到更多手牌的机会呢，因为盲注升得很快，所以就是能够看到手牌比较少一点。所以为什么人家说快速赛的波动比较大？因为同样的赛事，如果说你换到别的赛事，60分钟或是更久的级别，你可以看到更多手牌，所以你会容易找到更好做决定的机会。那快速赛的话，就是比较看到好的牌的机会就少一点哦，所以就是当然需要一点运气啦，波动也高一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那现在的话，其实还蛮早的哦，所以我应该会再找一场比赛打。然后我有一个还蛮疯狂的想法，就是我有点想要参加这个迷你主赛，因为我刚刚看到他今天打到22个级别。22个级别会剩下很少人，然后呢，明天又是30分钟的盲注级别，所以如果我这个晋级了，我告诉你，明年威尼斯人我就放给他洗盲，我就打这个。然后明天听说这个打到决赛桌了，如果我打到决赛桌，那个威尼斯人我也不打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就1000的这个迷你主赛，我们直接给他报下去，就是要看大家好看的，两个都进 Day 2，究竟该怎么办？那我们今天的这个10000的快速赛啊，我们就讲个几手牌，没什么特别的。然后我们之后呢，每一场比赛呢都会这样子做一个手牌分析、赛事检讨。如果说你喜欢看到更多扑克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记得喜欢的话按个赞。我是小 P，大家再见。